被俄乌冲突打醒，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认为，美军目前无法赢得与中国的战争。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近期，拜登政府发布了新版的国家安全战略文件，将中国列为最主要的系统性挑战，而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但是，美国在战略安全层面如何来应对中俄的挑战？最关键的就是要具备相应的军事能力。随着俄乌冲突的持续，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认为，美军以现在的情况根本就无法赢得世界大战。那么，美军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美刊称，美国大量的军事装备正在老化，许多飞机、军舰和坦克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的国防建设。重要的设备和弹药供应也有限，不得不提取大部分的战略储备来支持乌克兰。更难的是，一旦与中国和俄罗斯同时发生冲突，美军将陷入严重的能力不足。那么，美军现在面临的具体差距体现在哪几个方面呢？第一，美国需要重建所谓的民族武器库。美国的武器装备储存有限，其工业基础也有限。仅补充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许多弹药，可能就需要若干年的时间来生产。美国没有足够的弹药来支撑其在高强度冲突中的行动，需要对其国防制造业进行现代化改造，以更快的速度制造弹药和其他武器。要对付中国，美军就需要大量的远程武器和反舰导弹，而目前这类武器的供应是非常少的。为此，美国国会应该通过立法规定弹药的最低供应水平，留出资金，自动分配给补充库存。由于国防预算的限制，美国军队还需要创造性的思考如何利用其所拥有的制造业来增强其力量。例如，美国海军可以考虑通过为航母配备更好的飞机来扩大军力，空军可以配备更多的成本低廉且更容易制造的无人系统，通过有人驾驶飞机与无人机的配合，成倍的增加美军机队的效率，防止其在未来的冲突中捉襟见肘。美国还应该与其盟国合作，增强其武器产量和武器弹药库存的规模。第二，美军还需要提出新的战斗技巧。五角大楼在2018年曾经提出了一个联合作战概念，但进展呢参差不齐，目前尚不清楚这个战略是否影响到了美国军队的规模、组成和国防预算的构成。美国军队的战区指挥结构还是上个世纪90年代产物。当美军与中国作战时，需要应对的场景会非常大，因为中美军事冲突可能不会受到地理的限制。美国人认为中国拥有比俄罗斯更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是美国和印太却没有北约的支持。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虽然是盟友，但并没有义务来配合美军参与的对华作战，这让美国在进行战争准备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和困难。美刊认为，中美之间发生的冲突非常像二战，但是在动员攻略支持国家安全方面，中国与1940年的美国最为相似。这也意味着中国的战争潜力远超美国。为了解决这个困境，美国在2018年提出了一个联合作战概念，也就是利用盟友的力量来提升其综合实力。但是，美国想推动这一战略也面临着严重困难，因为亚太盟友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愿意参与对华军事行动。如果我们综合美军与中国作战所面临的困难，就会发现，其实很多问题它根本就没办法解决。首先，美国的军事工业体系出现了空心化的问题，而要重建工业社会，对美国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事。其次，美军拥有的作战经验和装备优势仅仅适用于过去的战争，并不等于能够用于对付中国。在发现及摧毁的高超音速武器时代，航母和军事基地都会变得脆弱不堪。
美军如何转型也是一大难题，因为分布式杀伤链、马赛克战等等都不是美国所独有的。最后，美国在对付中国时没办法建立像二战期间那样的同盟组织，而美军不远万里与中国作战，将持续面临着后勤的考验。总体来看，美国不是不想武力干涉台海，但是要想重建军事优势已经不太现实了。如果中美真的发生了对决，那么中国强大的战争潜力将会让美国人感受到绝望，而这可不是开玩笑。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